眼前这个男人想要买衣服，只见他用手扫描一下桌上的钱，然后回到更衣室，启动他的臀部印钞机，带味道的钱纷纷落下，有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感觉。男人是个外星人，1个小时前降落到地球上，初来乍到，所有行为都显得十分怪异，走个路都走出了传说中六亲不认的步伐。为了显得不那么格格不入，男人只能不断模仿周围人的动作。就连红绿灯他也看不懂，直接被车撞飞。看着一动不动的男人，司机小美吓坏了。突然，男人猛地坐了起来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隐蔽的角落里。站稳后，他的耳朵像舱门一样打开了，2个小人从里面扔下绳子，顺着绳索下降到受伤的腿部检查情况。原来，男人只是他们的人形飞船，外星人是里面的小人。他们分工明确，操控着身体的每个部位，而里面的船长就是飞船的原型。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星球，来地球掠夺海水和能源。但是海水收集器在飞船降落时丢了，如果无法尽快找回收集器并返回，他们的种族就会灭绝。就在这时，刚刚撞他的小美发现了男人。当看到男人的脚完好无事，小美吃惊到说不出话，但是为了道歉，便邀请男人去家里做客。面对来到地球后的第一位对话者，全舱成员都显得十分慌乱，正在修理的船员也赶紧回舱。船长为了不引起怀疑，只好接受邀请去了小美家。男人喝下小美递过来的水，直接导致舱内失衡，嗓子里的船员就像修罗场一团乱。当小美确定男人不会控告自己后，才整个放松下来，结果却让男人歪打正着，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收集器竟然就在杰克的手里。为了尽快拿回收集器，男人告别了小美，赶往杰克的学校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为了更像个正常人，他换了身行头，才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。来到学校后，男人谎称自己是新来的代课老师。面对孩子的质疑，他在黑板上光速写下了永动机证明公式，来证明自己的教学能力。然后就找了个借口把杰克叫了出去，询问收集器的下落，却得知海水收集器被同学小胖抢走了。看着沮丧的男人，杰克提议去小胖最喜欢的零食店守株待兔。没想到没等来小胖，却等来了劫匪。看到男人不为所动，劫匪亮出武器，举枪瞄准了他。没想到男人随手一捏，枪管直接变扁了，劫匪吓得狼狈而逃。得知男人救了杰克，小美希望留下男人吃饭，表示感谢。随着和人类相处的时间变长，船舱内船员的情感也似乎慢慢产生了变化。外星人来游乐场是什么体验？坐海盗船，外表稳如狗，其实内心慌的一批。还没等缓过神，男人又被拉去参加大胃王比赛。只见男人张开深渊巨口，就像个没有感情的干饭机器，把热狗一根一根的往嘴里塞。周围人都看呆了。男人表面看上去很轻松，但肚子里的船员却忙坏喽。大量的热狗堵在肠子里，导致下水道堵塞，必须得排泄出来。从厕所出来后，男人就看到小胖一群人正在欺负杰克。他走上去，把小胖来回摆动，还顺便拿回了丢失的海水收集器。杰克兴奋地和男人击掌庆祝。这时，小美走过来，看到混乱的现场，以为他们又闯祸了。杰克便打马虎眼说，男人其实是在练习投球。果然，他立马就被小美拉去玩投球游戏了。结果船长没控制好力度，射出去的棒球又反弹回来。这次受创直接导致全面大停电，男人也被小美送到了医院。医生用电击器给大卫胸口来了一下，没想到居然真有用，电击输送了电力，男人又恢复了运行。这还不够，医生还准备给他做个核磁。虽然外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经受接二连三的损坏后，飞船的2把手对船长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既然已经拿回了收集器，那就没必要再陪他们玩，不如尽快行动返回星球。而船长认为要知恩图报，甚至为了表示感谢，想在离开前邀请小美吃饭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幕恰巧被警察看见了。原来在昨天，警察注意到有外星飞船的痕迹，他们用石膏还原出坑里的人脸，便画了一张画像，发布了通缉令。晚上，男人和母子俩来到舞厅，先是尝了一杯摩吉托，负责口腔的小人忍不住好奇，喝了2口，直接上头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男人体内的外星小人们纷纷躁动了起来，甚至钻出耳朵跳舞。船长发现后，立马把小人吞了回去。里面的人都开始精心打扮了起来，似乎希望在离开地球前准备着最后一次狂欢。就在2人激情热舞的时候，警察找了过来，要带走男人。船长不想伤害无辜的人类，便没有反抗，乖乖地跟警察回了警局。到了警局，
局，警察询问男人来地球的目的，男人沉默不语，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应，但其实舱内却发生了巨变。原来二把手带着手下叛变了，他认为船长偏离了原本来地球的初衷，不再适合负责领导工作。夺得舱内控制权后，男人直接展现出了可怕的一面。男人坐在审讯室里，只见他站起身来，举起右手。男人从审讯室里走了出来，二把手命令启动防护罩，他又换回了白色西装，所有射来的子弹都被一一挡下，没有人能阻止他。男人大摇大摆地走出警局，依旧无人可挡。赶来支援的警察刚下车就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，眼看事态逐渐失控，成员黑妹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他想救回船长，但不幸的是他也被抓住了。船长劝二把手不要继续伤害无辜的人类，没想到二把手听也不听，直接一个喷嚏把两人丢在了马路上。面对街头一个一个的巨人，一条狗都差点要了他们的命。两人还被清洁工吹飞，黑妹直接被粘在了口香糖上。船长冒着生命危险过来救她，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他们成功逃脱。为了阻止二把手继续为非作歹，船长和小美靠着一个塑料袋飞了起来，谁知却撞到了公交车前。司机启动雨刷器将两人甩来甩去，好在最后甩到了飞船的斜上，重新回到了男人身体里。船长立刻赶回主控室，而此时飞船已经来到了大海面前。正当二把手要将收集器扔出去时，船长控制住左手，然后和右手开始互搏了起来，结果一个后空翻，收集器还是掉进了大海，海上瞬间升起了龙卷风。在舱内，船长立刻带人拿下二把手。地球这趟旅行让他明白，不能为了自己星球的存活而毁灭他人。就这样，船长重新掌控了舱内主导权。不过这时他们面临一个选择，飞船剩下的能量不足1%，如果取回收集器，那他们就回不去了，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星球即将毁灭。不过所有成员在来到地球后，情感上都发生了改变，他们的人生似乎从来到地球那一刻才开始，纷纷认为不能毁灭地球。船长征得成员同意后，便命令技术员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到右手，把收集器拿了回来。地球危机解除，但飞船也因此没了动力，跪倒在地。面对赶来的警察，没有防护罩和动力的男人毫无抵抗之力。这时杰克趁机夺过警察的电棍，顶在男人身上，随着电流穿过全身，男人又重新站了起来。他张开大嘴，船长走出驾驶室向众人道别，也谢谢杰克的救命之恩。大家惊讶不已，这小人也太可爱了吧。就在飞船准备起飞的时候，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不明真相的 FBI 赶了过来，直接对男人进行抓捕。不过幸好男人有一双大脚，船员们乘坐着这只小型飞船顺利地离开了地球，准备去探索新的能源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